好的，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乌克兰方面声称继续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2个方向的攻势。俄国防部同日则称，俄军在相关方向进行了充分反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乌军此轮闪电战即将迈入10天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就此首次做出回应，话语背后有何玄机？来看分析。 俄国防部14号公布了俄军士兵在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第一人称视角视频。画面显示，俄军士兵通过武装车辆快速机动，打击乌军阵地。俄国防部在同日战报中称，俄军在库尔斯克州打击了乌军多个机械化旅。战报还称，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上空摧毁了无人机12架，其中在别尔哥罗德和沃罗涅日上空各摧毁了1架。而乌克兰方面的战报则显示，乌军在俄库尔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方向的攻势仍在继续，称用无人机袭击持续 打击俄军目标，地面部队则继续试图突破俄罗斯防线。乌军当天还发布了总统泽连斯基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话的视频片段。视频中，瑟尔斯基向泽连斯基通报了前线战况，强调局势仍在乌军控制之下。泽连斯基则不时提笔记录，战略和战术的规划是十分明确的3个梯队，整个第一梯队在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范围内，其这样的一个战术就是我不 攻城也不占地，就是为了他在战略上，在俄罗斯南部的战略上实行突破，实现对于库尔斯克核电站的战略上的占领。2、3梯队则是进行后方的补充，以及对于俄军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围剿。当天，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官方数据，该地区约有14000名居民。别尔哥罗德州长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当天早上乌军已在周边地区活动，为了保障地区居民安全，已就应急方案开始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双方对乌克兰控制的俄罗斯领土面积估测相差较大。基辅方面此前声称已占领约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俄方官员则否认这一说法，并称真实面积不到该数字的1半。而第三方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公开信息和对卫星图像的分析数据显示，乌军占领俄领土约在约800平方公里左右。 乌军此次跨境攻势已持续近10天，但乌方目前仍未公布其闪电式进攻的最终目的。乌克兰外交部14号表示，乌克兰无意接管库尔斯克州的领土，并指乌军行动将阻止俄方向顿涅茨克地区增派部队，使俄军的后勤工作复杂化。但也有分析指出，乌军向俄罗斯方向挺进的越纵深，后勤被截断的风险也就越大。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一天发表讲话称，乌克兰攻入库尔斯克的目的是挑拨离间和破坏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乌克兰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改善其谈判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乌军突然发动越境打击的态度。美国总统拜登13号首次对外发表对于这一行动的实质性评论，称自己正持续听取有关乌克兰行动的简报。他认为乌克兰的行动似乎让俄罗斯措手不及。 I've spoken with my staff on a regular basis, probably every 4 or 5 hours for the last 6 or 8 days, and it's creating a real dilemma for, and we've been in direct contact,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Ukrainians. 在乌军6号发起进攻后，白宫方面就第一时间撇清关系，称乌方并没有提前向美国通报其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越境打击行动。有分析认为，尽管乌克兰方面意图通过这一突袭行动向美西方盟友展示其军队可以继续战斗，并一定程度上增加基辅方面的谈判筹码，但乌克兰需要控制尺度，也要顾及西方盟友的感受。这体现在迄今为止美西方政府及媒体对乌克兰发起的行动态度谨慎。乌克兰能够成功的，而且并 准确地找到俄方在南部地区、边境地区的一些部署的漏洞以及突袭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更多的是情报信息的提供。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北约国家对于乌克兰此次对俄南部的突袭也是提供了各方面的援助。最重要的就是北约的雇佣兵参与到了此次的这个南部的突袭。乌克兰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似乎仍在进攻状态，俄军反击似乎还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您怎么看这次突袭？俄乌冲突会扩大化吗？主持人好，今天乌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库尔斯克境内的苏加镇，那里呢是俄罗斯石油管道的重要站点。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经过这个站点，然后呢通过乌克兰输送到斯洛伐克和其他的欧盟国家。去年呢通过苏加管道供应给欧洲的天然气，约占俄罗斯对欧天然气出口量的1半，可见呢它的战略价值很高。那么昨天到今天，美国总统
拜登也出面发言了，说呢，在过去6到8天内，每隔4到5小时，他呢就会收到有关基辅部队行动的简报。过去啊，美国和北约国家是不同意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发起进攻的，但这条红线呢不仅被突破了，美国还在支持乌克兰这样做。对于拜登来说，虽然呢他从美国大选中避退了，但是民主党的哈里斯要是能够获胜，就可以继承他的政治遗产，同北约和欧洲国家保持亲密的联盟。所以我估计乌军仍然会在俄罗斯境内抵抗一段时间，完全掌控苏贾镇是第一个目标，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形成包围态势是第2个目标。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看俄军的反击能力了，能不能快速把乌军赶出国境，决定今后俄乌军事冲突的走向。俄军呢说已经阻止了乌军的进攻，但是战场上的行情究竟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要是俄军在未来1周内不能把乌军赶出去，那么俄乌局势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俄军呢可以对乌克兰领土上的建筑和基础设施狂轰滥炸，但是对本土的建筑、水油管和其他基础设施是不会呢随意投放炸弹的。乌克兰外交部说，乌克兰无意夺取俄罗斯库尔斯克的领土，您觉得这又如何理解呢？很多旁观者认为，乌军突袭库尔斯克是一场大赌博，是一场政治战，目的呢是为了今后的和平谈判铺路，多一个筹码。这判断呢是很有道理的。随着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产生摇摆，从战场总体态势看呢，是乌军比俄军弱。乌军呢处在防守状态，而俄军处在进攻态势。特别呢是乌克兰东部战场，乌军呢在节节败退。因此呢，从来不言和的泽连斯基从瑞士和平峰会得到西方国家的空头支票以后，开始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他呢也曾派外长访华，希望推动和平谈判。这个时候呢，美国大选轰轰烈烈，特朗普说他要是当了总统，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但是呢需要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用领土换和平。其实无论美国下一届总统是谁，俄乌结束冲突呢都是优先选项，因为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况且西方的先进武器是需要技术培训的，可不像打枪一样练几次就可以上战场。但是呢，俄乌进行停战谈判最需要筹码的。如果你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了败相，那么你只能呢割肉，不然呢就是借着挨打。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呢说，无意占领就是在准备谈判停战。但是呢，这的确是一场大赌博。如果俄军在未来几周包了乌军的饺子，或者呢把库尔斯克的乌军打回老家，那么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呢就没啥东西了。这场突袭库尔斯克的闪电战也就成了泽连斯基的垂死挣扎。俄方说呢，因为突袭库尔斯克是恐怖主义行为，俄罗斯呢将长期暂停和平谈判。可以说呀，乌克兰的突袭真是把和谈的前景呢搞复杂了。在多方斡旋下，以色列同意15号恢复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确切地点还未公布，消息指可能是卡塔尔多哈。以色列方面仍然是派出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尔内亚率领的代表团参加。深圳卫视注意到，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巴尔内亚参与了多场停火谈判，是以色列谈判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这次谈判前景仍不明朗，哈马斯方面表示拒绝参与。15号拟议中的这个复谈呢，只是恢复谈判。那么伊朗为什么不参加这个谈判呢？我认为伊朗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在伊朗看来，他并不是巴以冲突的当事方，他当然不会公开的去参加所谓的停火谈判。联合国安理会13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局势。副秘书长迪卡洛呼吁各方应积极努力实现地区局势的缓和。